第7章秀。与那蓝嫣然所期待的有些不同，在他画出之后，面前的少年身体猛地剧烈颤抖了起来，缓缓地抬起头来，那张清秀的稚嫩小脸现在却是狰狞的有些可怖。虽然3年中一直遭受着嘲讽，不过在萧炎的心中却是有着属于他的底线。那蓝嫣然这番高高在上犹如施舍般的举动，正好狠狠地踏在萧炎隐藏在心中那仅剩的尊严之上。啊！被少年狰狞模样吓了一跳，少女急忙后退一步，一旁的那位英俊青年豁然地拔出长剑，目光阴冷地直指萧炎。我真的很想把你宰了。牙齿在颤抖间泄露出杀意凛然的字句，萧炎拳头紧握，漆黑的眼睛燃烧着暴怒的火焰。言儿，不可无礼！守卫之上，萧战也是被萧炎的举动吓了一跳，连忙喝道：现在的萧家可得罪不起云岚宗啊！拳头狠狠地握拢起来，萧炎微微垂手，片刻之后又轻轻地抬了起来，只不过先前的那股狰狞恐怖却是已经化为了平静。3年中虽然受尽了歧视与嘲讽，不过却也因此锻造出了萧炎那远超常人的隐忍。面前的纳兰嫣然是云岚宗的宠儿，如果自己现在真对他做了什么事，恐怕会给父亲带来数不尽的麻烦，所以他只得忍。望着面前几乎是骤然间收敛了内心情绪的少年，隔夜以及纳兰嫣然心中忽然的有些感到发寒。这小子日后若一直是废物倒也罢了，如果真让他拥有了力量，绝对是个危险人物。隔夜在心中凝重地暗暗道：萧炎，虽然不知道为什么我的举动让你如此愤怒，不过还是解除婚约吧。轻轻地吐了一口气，纳兰嫣然从先前的惊吓中平复下了心情，小脸微沉地道：请记住，此次我前来萧家，是我的老师云岚宗宗主亲自首肯的。抿着小嘴，纳兰嫣然微偏着头，有些无奈的道：你可以把这当作是胁迫，不过你也应该清楚，现实就是这样，没有什么事是绝对的公平。虽然并不想表达什么，可你也清楚你与我之间的差距，我们基本没什么希望。听着少女宛如神灵般的审判，萧炎嘴角溢出一抹冷笑：纳兰小姐，你应该知道，在斗气大陆，女方悔婚会让对方有多难堪。我脸皮厚倒是没什么，可我的父亲，他是一族之长，今日若是真答应了你的要求，他日后再如何掌管萧家，还如何在乌坦城立足？望着脸庞充斥着暴怒的少年，纳兰嫣然眉头轻皱，眼角瞟了瞟手位上那忽然间似乎衰老了许多的萧战，心头也是略微有些歉然，轻咬了咬樱唇，沉吟了片刻，灵动的眼珠微微转了转，忽然轻声道：今日的事的确是嫣然有些莽撞了，今天我可以暂时收回解除婚约的要求，不过我需要你答应我一个约定。什么约定？萧炎皱眉问道。今日的要求我可以延迟3年，3年之后你来云岚宗向我挑战，如果输了，我便当众将婚约解除，而到那时候想必你也进行了家族的成年仪式，所以就算是输了，也不会让萧叔叔脸面太过难看，你可敢接？纳兰嫣然淡淡的道。哼，到时候若是输了，的确不会再如何损耗父亲的名声，可我或许这辈子都得背负耻辱的失败之名了吧。这女人还真狠呐。心头悲愤一笑，萧炎的面庞满是讥讽。纳兰小姐，你又不是不清楚言儿的状况，你让她拿什么和你挑战？如此这般侮辱与她，有意思吗？萧战一巴掌拍在桌面之上，怒然而起。萧叔叔，悔婚这种事总需要有人去承担责任，若不是为了保全您的面子，嫣然此刻便会强行解婚，然后公布于众。几次受阻，纳兰嫣然也是有些不耐，转过头对着沉默的萧炎冷喝道：你既然不愿让萧叔叔颜面受损，那么便接下约定，3年之后与现在，你究竟选择前者还是后者？纳兰嫣然，你不用做出如此强势的姿态，你想退婚，无非便是认为我萧炎一介废物，配不上你这天之娇女。说句刻薄的，你除了你的美貌之外，其他的本少爷根本瞧不上半点。云岚宗的确很强，可我还年轻，
我还有的是时间，我12岁便已经成为一名斗者。而你，纳兰嫣然，你12岁的时候是几段斗之气？没错，现在的我的确是废物，可我既然能够在3年前创造奇迹，那么日后的岁月里，你凭什么认为我不能再次翻身？面对着少女咄咄逼人的态势，沉默的萧炎终于犹如火山般的爆发了起来，小脸冷肃，一腔话语将大厅之中的所有人都是震得发愣。谁能想到，平日那沉默寡言的少年竟然如此厉害？纳兰嫣然蠕动着小嘴，虽然被萧炎对他的评价气得俏脸铁青，不过却是无法申辩。萧炎所说的确是事实，不管他现在在如何废物，当初12岁成为一名斗者却是真真切切，而当时的纳兰嫣然方才不过8段斗之气而已。纳兰小姐，看在纳兰老爷子的面上，萧炎奉劝你几句话：30年河东，30年河西，莫欺少年穷。萧炎铮铮冷语，让得纳兰嫣然娇躯轻颤了颤。好一句莫欺少年穷，我萧战的儿子就是不凡。首位之上，萧战双目一亮，双掌重砸在桌面之上，溅起茶水洒落，咬牙切齿地盯着面前冷笑的少年。纳兰嫣然常年被人娇惯，哪曾被同龄人如此教训，当下气得脑袋发昏，略带着稚气的声音也是有些尖锐。你凭什么教训我？就算你以前的天赋无人能及，可现在的你就是一个废物。好，我纳兰嫣然就等着你再次超越我的那天。今天解除婚约之事，我可以不再提，不过3年之后，我在云岚宗等你。有本事，你就让我看看你能翻身到何种地步。如果到时候你能打败我，我纳兰嫣然今生为奴为婢，全都你说了算。当然，3年后如果你依旧是这般废物，那只解除婚约的契约，你也给我乖乖地交出来。望着小脸铁青的少女，萧炎笑着嘲讽出了声：不用3年之后，我对你实在是提不起半点兴趣。说完，也不理会那俏脸冰寒的纳兰嫣然，豁然转身，快步行到桌前，奋笔疾书。没落，笔停。萧炎右手骤然抽出桌上的短剑，锋利的剑刃在左手掌之上猛然划出一道血口，沾染鲜血的手掌在白纸之上留下刺眼的血印。轻轻拈起这份契约，萧炎发出一声冷笑，在路过那蓝嫣然面前之时，手掌将之重重地砸在了桌面之上。不要以为我萧炎多在乎你这什么天才老婆，这张契约不是解除婚约的契约，而是本少爷把你逐出萧家的休正。从此以后，你纳兰嫣然与我萧家再无半点瓜葛。你敢休我？望着桌上的血手契约，纳兰嫣然美丽的大眼睛瞪得老大，有些不敢置信的道：以她的美貌、天赋以及背景，竟然会被一个小家族中的废物给直接休了。这种突如其来的变况，让得他觉得太不真实了。冷冷地望着纳兰嫣然错愕的模样，萧炎忽然地转过身，对着萧战屈腿跪下，重重地磕了一头，紧咬着嘴唇，却是倔强的不言不语。虽然在家族之中，名义上是他把纳兰嫣然逐出了家族，可这事传出去之后，别人可不会这么认为。不清楚状况的他们，只会认为是纳兰嫣然以强横的背景强行让的萧家退婚。毕竟以纳兰嫣然的天赋、美貌以及背景，配萧家一废柴少爷，那是绝对的绰绰有余。没有人会认为萧炎会有魄力休掉一位未来云岚宗的掌舵人。而如此，作为萧炎的父亲，萧战定然会受到无数讥讽。望着贵妇的萧炎，明白他心中极为歉疚的萧战淡然一笑，笑盈盈的道：我相信我儿子不会是一辈子的废物，区区流言蜚语，日后在现实面前自会不攻而破。父亲，3年之后，爷儿会去云岚宗，为您亲自洗刷今日之辱。眼角有些湿润，萧炎重重的磕了一头，然后径直起身，毫不犹豫地对着大厅之外行去。在路过纳兰嫣然之时，萧炎脚步一顿，清淡的稚嫩话语冰冷吐出：3年之后，我会找你。少年的背影在阳光的照耀下被拉扯得极长，看上去孤独而落寞。纳兰嫣然小嘴微张，有些茫然地盯着那道逐渐消失的背影，手中的那纸契约忽然地变得重如千斤。
三位，既然你们的目的已经达到，那便请回吧。望着离开的少年，肖战脸庞淡漠，掩藏在衣袖中的拳头却是捏得手指泛白。肖叔叔，今日之事，嫣然向您道歉了。日后若是有空，请到纳兰家做客。躬身对着脸色漠然的肖战行了一礼，纳兰嫣然也不想多留，起身对着大厅之外行去。后面，葛叶与那名英俊的青年急忙跟上，聚气散也带走。手掌一挥，桌上的玉匣子便是被肖战冷冷地甩飞了出去。葛叶手掌向后一探，稳稳地抓住匣子，苦笑了一声，将之收进了戒指内。纳兰家的小姐，希望你日后不会为今日的大小姐举动而感到后悔。再有，不要以为有云岚宗撑腰便可横行无忌，斗气大陆很大很大，比云韵强横的人也并不少。在纳兰嫣然三人即将出门的刹那，少女清灵的嗓音带着淡淡的冷漠忽然地响了起来。三人脚步猛地一顿，微变的目光投向了角落中那轻轻翻动着书籍的紫裙少女身上。阳光从门窗缝隙中投射而进，刚好将少女包裹其中。远远看去，宛如在俗世中盛开的紫色莲花，清净优美，不惹尘埃。似是察觉到三人的目光射来，少女从古朴的书页中抬起了精美的小脸，那双宛如秋水的美眸忽然地涌出一袅细小的金色火焰。望着少女眸中的细小金色火焰，葛叶身体猛地一颤，惊恐的神色顷刻间覆盖了那苍老的面孔，干枯的手掌仓皇地抓着正疑惑的纳兰嫣然以及那名青年，然后逃命般地窜出了大厅之中。瞧着葛叶的举动，大厅内的除了少数几人之外，其他的都不由得满脸错愕。